最近1个星期，妍希已经做了无数次相同的梦，跳了无数次的楼。梦里，她所处的世界是一本替身逆袭小说。她是病弱的白月光，也是恶毒女配。我发现我的世界是一本小说，在这本替身逆袭小说里，我是恶毒女配角。原本女主是绑定万人迷系统的陈香香，她因为跟我长得相似，小说主角陈香香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村姑，因长相跟她极其相似，被她的父亲西井行收养，当做了她的替身。可当我回到家，我才发现我失去了一切。我的父亲，我的朋友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你只会给这个家带来痛苦，这个家不欢迎你回来。而我在书中因为嫉妒，事事跟陈香香作对。走开，不要你假好心。妍希，你果然是个恶毒的女人。香香，你没事吧？妍希一度并不相信。陈香香坏笑地看着妍希，就这样拥有系统的女主陈香香夺走了我的一切，而我被所有人厌恶唾弃，最后被曾经的爱慕者设计毁了容，结束了生命。妍希站在露台上，早春的风还带着森森寒意，她却穿着单薄的病号服，神情怔忪。照顾她的护士推门看见这副情形，顿时有些紧张。严小姐，您快回来，可千万别着凉。把妍希劝回房间，护士将托盘里的药递过来，妍希看都没看，直接悉数吞下，眉头都没皱一下。您父亲今天路上出了交通事故，不能来接您，出院了。不过他人没有大碍，说明天一定会过来的。小说剧情就是这样，父亲出了交通事故没来接我，我回去砸了陈香香生日宴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我可以自己出院，我不会跟书中的自己一样成为悲惨的恶毒女配。护士怔愣了一下，即便如此，她也不敢松口。我帮您去问问医生。等他走开，等他走开。妍希拨通了许久都不曾拨打的电话。舅舅，我想回家，您能安排人来接我吗？电话那头一阵手忙脚乱的声音，紧跟着是严允之堪称狂喜的声音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3个小时后，车子抵达了一处别墅区。自家别墅院子里张灯结彩，是特意装饰过的。哎，你一会给香香送什么礼物啊？不告诉你，反正是好东西。妍希穿过庭院，径直往大门这边走。你谁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快出去！大门猛地推开，一个梳着大背头的男生从里面走出来。见状皱眉抱怨：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了，扰了我表妹的生日宴，你们负得起责吗？这个人是陈香香堂哥陈勋。妍希声音淡淡的：这是我家。刚想说2句，猛地看见了妍希的脸，虽然戴着口罩，可是露出来的额头光洁饱满，柳叶眉，杏仁眼，睫毛很长，漆黑浓密如鸦羽，衬得眸色漆黑如墨，漂亮的不像话。你赶紧去招待香香的同学吧，我来跟这位美女说。小妹妹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说这是你家，这可是豪门，你也不看看自己穿的是什么破烂，说谎都不眨眼，不如跟了我吧，我给你买新衣服啊。笑嘻嘻的，语气流里流气，充满着自以为是的调侃，另一只手也不老实的直接朝妍希的月药上搂了过来。妍希没想到这人居然这么不讲礼貌，直接就动手，她飞快的侧身躲了过去，将他的打掉脸色冷了下来。滚开！当场就变了脸色，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忽然扬声大喊：快来抓小偷啊，这里有个女的混进来，偷了我要送给香香的手链。这谁啊？胆子也太大了，在席家偷席家大小姐的东西，来蹭宴席的吧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此时有个保全走过来，这位小姐，请你把香香小姐的手链交出来。妍希缓缓地说，大厅里有4个摄像头监控着家里的一切，是我偷东西还是他满嘴谎言？看看监控不就知道了吗？保安一问，想着你怎么会知道？旁边众人喊着，听他废话什么，赶紧送去警察局。就是香香一会就要下楼切蛋糕了，可别破坏了她的好心情。这位小姐，请先跟我们出去，你们把人按好了，本少爷来好好搜搜，与他把我的手链藏哪里了。很好笑吗？妍希忽然开口，一脚踹郑托，赏1巴掌给保全，走了过去，赏了1巴掌给陈勋。还搜吗？你T M竟然敢打我！有人摩拳擦掌，准备出手给妍希一个教训。就在这时，大小姐，忽然空气里一道惊喜的声音传来。妍希抬头就看到站在楼梯上的老管家，一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，走到妍希面前，仍旧心绪难平。大小姐，您终于回家了。妍希的眼神软了一下，和伯伯好久不见，这个人你处理一下。鲜白的手一指，正是陈勋。顿了顿，我有点累，先上去休息了。管家，这谁啊？陈勋不明所以，但是不妨碍他表达自己的不满。他偷了我手链呢，那是我送给香香的。而且什么叫处理一下？当他们是阿猫阿狗呢？偷个屁偷！谁知和管家半点不买账，他插着月要瞪着眼，中气十足。你在席家污蔑席家大小姐偷了你的手链，你哪里来的脸？佣人呢？快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大小姐，席家大小姐，愣住了，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
立刻把他给我轰出去。陈勋脸色变了变，那个痨病鬼，他不是快死了吗？不是，席家哪里来的大小姐？不是香香才是席家养女吗？不知道啊。对了，香香呢？要是陈香香知道自己堂哥就这么被佣人轰出去了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2楼休息区的露台上，陈香香说着：“你们能来帮我庆生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17岁的生日有你们，真的弥足珍贵。”傅雨怀看着他娇艳的脸庞，眼神微微闪烁了一下。是吗？那是我的荣幸。他生了一双狐狸眼，平时总是笑眯眯的，看着比霍子昂好亲近的多了。陈香香看见远处的管家跟佣人，和管家陈生还不快送到大小姐房里去，光喝酒对胃不好，我去让他们把点心送这里来。跟佣人说不用送到我房间里，送2楼露台那边。等到了房门口，余光看了一下，那个人是妍希。他怎么回来了？猛地看见妍希，他下意识的蹙眉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乱闯别人的房间？”你渐渐的就没了声音。妍希有些意外的看了对方一眼。小说里陈香香出场就带着一股少女的娇憨和迷糊，经常做出平地摔进男人怀中这种事，这也是最迷人的气质之一。妍希还以为他眼神不好，可现在看来明明就不傻嘛。他心平气和的笑了笑：“是啊，为什么乱闯别人的房间？你又是哪位？”和管家满脸的尴尬：“先生这般的都叫什么事哦？”这位是陈香香小姐，先生请回来的客人。和管家只能如实答：“我知道。”妍希在旁边的贵妃榻上落座，拿起抱枕抱在怀中，单手支着脑袋，看着陈香香，浅浅笑了一下。她是当年陈家的那个小姑娘吧？没想到13年过去，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妍希不是已经病了好几年了吗？长期生病住院的人，多半心态是变态扭曲的。回到家里，骤然看到已经有人登堂入室取代她的位置，她不应该大吵大闹吗？这个房间里的布局换回之前的吧。妍希忽然吩咐：“床单被褥都给我换了。”陈香香眼底飞快划过一抹异色，她知道妍希终于要露出真面目了。“对不起，这是你的房间吗？”陈香香慌慌张张的，眼里充满了自责。“抱歉，我不知道你要回来。昨晚大雨，我房间的窗户没关，淋了雨。是伯父非要我住进来的，这就让人把我的东西回去。”她一副愧疚的不行的样子，眼底隐隐带着水光，着急忙慌的抱着枕头准备走。“香香，这是做什么？”傅雨怀有些诧异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“等等，你要搬回之前那个房间？那里都进水湿透了，住不了人的，谁让你搬出去的？”最后一句隐隐带着怒意。霍子昂也神色不悦地看了门口的佣人一眼，迈着大长腿，声音带着隐隐的压迫：“谁在里面？”边说边走进去。然后青年高大的身影瞬间僵住，眸光一转，看见霍子昂，微笑着打招呼：“啊，子昂，好久不见。”斯人如画。霍子昂看着妍希的目光又深又沉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叫人去接你？”傅雨怀很快就笑着上前，态度亲昵地张开双手，欢迎回家。妍希避开了他的拥抱。少年时期他就很不喜欢傅雨怀这个坏习惯，但偏偏他从小在国外长大，习惯了西方人的礼仪和热情，加上那个时候他丧父，妍希又被嘱咐要照顾他这个弟弟，也只能勉强接受他的坏习惯。傅雨怀脸上的笑容停滞了一瞬，旋即又笑了起来，耸了耸肩，似乎有些无奈：“哪些东西是你的？管家叫几个佣人帮他一起搬吧。”陈香香似乎反应慢半拍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马上搬。”傅雨怀笑嘻嘻：“其实我觉得还是不用搬比较好，折腾来折腾去，把妍妍都折腾累了。妍妍既然要养病，自然需要安静的环境，不如去住西边的那间次卧吧。那里一直都收拾打扫得很干净，稍稍收拾下就能住了。”他漂亮的狐狸眼含笑看着妍希，仿佛很真诚的建议。只有妍希知道他是故意的。西边的那间次卧规格跟他住的这间差不了多少，曾经是母亲养病的地方。按照小说里的内容，他回到家时已经是1个月之后。那时候陈香香已经在他的房间里住了一段时间，所有人都习以为常，他也确实给这个家带来了许多欢笑和快乐。妍希的归来就显得有些不那么合时宜。家主席景行对亡妻情根深重，人死了那么多年还一直怀念，鲜少展颜，严家也一直笼罩在哀伤之中，似乎丧失了欢笑的权利。但在长久的哀伤也会被时间冲淡，所有人都期盼着能快点走出来，重新拥抱绚丽多姿的生活。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自发的维护像是小太阳般温暖的陈香香，而警惕戒备着有可能把这个家又拖入苦痛之中的妍希。于是所有人都帮腔陈香香，生怕妍希要抢回自己的房间。只有何管家一个人据理力争，明明就是大小姐的房间，让外人住了也就算了，大小姐回来了居然还不挪地方，这是什么道理？那个时候也是傅雨怀笑嘻嘻的建议他去住母亲的房间。妍希心中虽然有些不舒服，只是想着陈香香毕竟来者是客，同时不想家人之间失了和睦，到底还是大方地接受了傅雨怀的建议。这大方的一让，让他到死都没能再住进自己的房间。
此时此刻，妍希又怎么会退让？妍希看着傅雨怀，浅浅一笑，不行，不行。另一道声音也同时响起，是霍子昂。他皱眉，显然不认同。这是妍妍的房间，和管家吩咐佣人叫人来给大小姐收拾房间。陈香香冲他安抚性的笑了笑，主动站出来道：“是我该把房间让给妍妍姐。”让这个词让妍希饶有趣味的笑了笑。那你恐怕搞错了，这个房间是我的，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。说着意味深长的看了陈香香一眼，眸光落在了她的颈脖子上。现在东西可以还我了吗？陈香香愣了片刻，才反应了过来，她的神情有些窘迫，手忙脚乱的锯取脖子上的那根项链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你的，是伯父让我戴的，声音都快颤抖了。妍妍姐，你别误会我。就冲他这句话，妍希也必须误会他。一再的强调是袭警行要求的，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？还是想激怒他？妍希让何管家把那根项链收起来，浅浅一笑，我以为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陈香香脸色都涨红了，低垂着脑袋，一副难堪至极的样子。傅雨怀狐狸眼闪了闪，妍妍，你这话说的太严重了吧？就是借贷一下，严伯伯都同意了的。老实说，在场的几个人谁都没见过妍希这么不客气的样子。妍希从小养在严家，一举一动都沾染百年世家的底蕴和教养。她性格平和，天资聪颖，从小就是最完美的名媛淑女范本，待人待物永远从容淡定，又心怀悲悯，始终对弱小的人或事物多一份宽容之心，从来不愿意与人为难。傅雨怀印象中，他连生母去世，悲痛都是深深藏在心里，小小年纪还要安慰父亲和招待前来吊唁的宾客，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这样的人在遇到冲突的情况下，首先想到的是息事宁人才是。可现在妍希对待陈香香的态度可以称得上咄咄逼人了，这可不符合严家的家规和妍希的教养。好吧，那换个说法，不问自取是未偷，他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妍希转头看着傅雨怀，雨怀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这么是非不分了？还是说我爸就可以随意处置你的东西，而不经过你的同意？傅雨怀眼底有黑气一闪而过，很快舌尖抵着后槽牙，缓缓笑了。好吧，是我多嘴，妍妍你说的都对。他摸了摸鼻子，一副吊儿郎当又玩世不恭的样子。妍希没有多管他，顿了顿，又转头看向陈香香，是你在办宴会？陈香香，是。妍希点头，那你恐怕得梳理一下你的交友圈子，刚刚有个男的见面就动手动脚，没得逞就污蔑说我偷了你的手链。陈香香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，抱歉，我马上就去说他们。陈香香倒是没有争辩什么，她发现霍子昂的脸色已经变了，冰山脸上带着愠怒，而傅雨怀也站直了身子，脸上的笑容都淡了几分。妍希可不是任谁都可以随便欺辱的。陈香香心里懊恼的不行，知道今天自己终究还是落了下风，恨不能马上把陈旭那个废物提过来磕头道歉。妍希，哦，那倒不用，人我已经让人轰出去了。陈香香，妍希偏了偏脑袋，今天好像是你生日，希望没扫你的心。陈香香反应了过来，赶紧摇头，没有没有，你教训的是他，那是活该。那就好，正好佣人也火速把东西收拾好了。妍希朝和管家示意了一下，便请所有人出去，自己关上门休息。他是真的困了，没心情去招待这些人，只想好好睡一觉。不一会儿，佣人过来请陈香香下去，说是蛋糕已经准备好了。余怀，陈香香扭头看着霍子昂，轻声说：“子昂哥，你可以陪我下去切生日蛋糕吗？”眼神忐忑而紧张，顿了顿，又解释：“你是我最重视的朋友，所以我希望。”霍子昂看向陈香香的眼神软了几分，点头颔首：“走吧。”楼下，佣人已经让人把巨大的5层生日蛋糕推了出来，众人围着生日蛋糕，热热闹闹的等着陈香香。陈香香带着霍子昂和傅雨怀下来，都笑着招呼：“香香、霍少、傅少。”这些同学大多家境富裕，大家其实一开始并不怎么看得上从小山村出来的陈香香。然而陈香香靠着实力和人格魅力，渐渐的征服了大多数人，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存在。总有瞧不起陈香香的那些富家女，一直在嘲讽陈香香再如何，那也是山鸡变不了凤凰，本质上还是个穷逼。于是陈香香这次生日，有心人便10多桌想要给陈香香办生日派对，其实是想看陈香香出糗。真要有本事把家里的别墅豪宅亮出来，邀请大家上门做客呀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陈香香还真把他们邀请过来了。豪宅是真豪宅，占地好几百平方米，仆人成群，惊呆了一众人。最关键的是，陈香香居然把校草傅雨怀和顶流霍子昂都邀请过来了，三人之间态度亲密，显然是很要好的朋友。谁还会质疑陈香香的身份，怀疑陈香香在席家的地位？她就是当之无愧的席家大小姐。香香，快点过来切生日蛋糕！有人热络的招呼，态度比之于之前热情了不少。陈香香被众星拱月的围在人群中间，看了看一左一右站立在自己身后的霍子昂和傅雨怀，心里感觉无比的满足。他笑着在众人的催促下讲了一段致辞，态度从容大方，任谁看来那都是真正的豪门大小姐。许愿吹蜡烛切蛋糕，一个尖细的声音忽然道：“香香，你们家那个亲戚怎么也不下来啊？”“对啊，怎么也不下来一起吃蛋糕啊？这也太不合群了吧？”“就是怎么也不下来一起玩玩啊？要不我们让人上去请他下来吧。”“香香，今天是你过生日，
他居然都不下来给你过生日，未免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吧？我看是都不把霍少和傅少放在眼里吧？陈香香赶紧解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是身体有些不舒服，需要好好休息，你们别这么说他。但这句解释在别人看来都是借口。霍子昂眉心微皱，脸色阴沉，眼看着就要发火。你们生日蛋糕吃完了吗？忽然响起了何管家的声音，大家笑着说没有，以为何管家这是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节目要安排，还在好奇地问陈香香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。陈香香摆着主人的架势，笑盈盈的准备等何管家宣布惊喜。何管家点了点头，已经吃完了是吧？那行，今天陈香香小姐的生日宴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到来，现在请大家有序离场吧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家大小姐的意思，大小姐说允许你们吃完蛋糕，已经是给予怀少爷跟子昂少爷面子了。陈香香不是说自己是豪门大小姐吗？刚刚管家好像不是这个意思。陈香香撒谎了呗，人家正主回来了，他这个替身还算个球啊，替身就是替身，竟然还妄想取代正主，真是搞笑。当众被拆穿也换太丢人了，我得钻地缝，哈哈哈。妍希也太彪悍了吧，明天他的蛮狠霸道名声肯定要传遍全城了。哥，你不知道席家那个得了癌症的女儿回来了，还北乔市第一名媛呢，我看这名头转眼就要让给别人喽。你是说妍希？对啊，他还把大家都赶走，他一个都快要死的人这么小心眼，难怪大家都叫他短。陆清明对上他的眼神，心里打了个突，立马噤声，好像他说错话了，表哥真的生气了，他害怕。我错了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薄了？陆清明赶紧道歉，我以后再也不说了。谢长泽这才移开目光，转身离开，而且他也不会短命，他会比任何人都要活得长长久久。妍希睡了一觉，梦里仍旧是纷乱的人影。醒来时，四下静悄悄的，天色将明未明。他走到露台上透气，之后去湖边晨练。身体到底还是吃不消，他没敢跑，只能徒步走动。这个点，这边又是别墅区，一般根本就不会有人的。但今天早上居然有人在湖边慢跑，对方腿长脚长，身量修长，跑步的动作充满了力量感和美感。那是两人视线对上，妍希礼貌的笑了笑，你好。对方微微颔首，目光平静温和，你好，大小姐。有人匆匆从院子里跑出来，妍希便转身直接进了自己别墅院子。席妍，妍希的哥哥看着妍希，神情激动，出去跑步了，你的脸真的没事吗？妍希回复没事的哥哥用星耀后的不良反应。陈香香主动朝妍希道歉，妍妍姐，对不起，昨天害你不高兴了。妍希没有理会他。此刻席景行进来，妍希叫了一声爸，问席景行，爸爸，之前您去 F 研究所购买单细胞注射药剂，不是已经轮到我们了吗？药剂呢？席景行暗哑的声音，药已经给香香的母亲用了。爸，席妍忍不住提高了音量，你怎么就把药给了外人呢？妹妹怎么办？这可是救命的药，没有真的可能会死人的。陈香香脸色苍白，手足无措的看向了席景行，而席景行也满脸羞愧，几乎抬不起头来。当时情况紧急，香香的母亲也得了癌症，需要药救命。香香求到我跟前，我没办法。妍希神情平静，内心已经没有了什么波澜，毕竟提前就知道了结局，确实没什么好惊讶的了。可是爸爸，我等这个药已经等了3年。妍希目光低垂，脸色隐隐透着病弱的苍白。我未必再有一个3年可以等。席景行抬头看着妍希，妍妍，爸爸对不起你，都怪我。陈香香贝齿轻咬着下唇，主动招揽责任，是我跪下来求席伯伯的。妍妍姐，你还有我呀，我可以捐血捐骨髓的，我们俩骨髓是匹配的，已经查过了的。陈香香忽然说，小说里陈香香先提了捐骨髓的事情，于是那2剂药的事情就这么含混过去了，仿佛根本就不存在。而捐了骨髓之后，陈香香就彻底成了妍希的救命恩人，妍希在陈香香面前注定了低人一等。每次两人之间有冲突，所有人都向着陈香香，用救命恩人的身份压着妍希，逼得她不得不对陈香香一再退让。献血捐骨髓的事情就算了吧，你那么瘦，身体恐怕吃不消。妍希平和的微笑，而且以严家的财力还不至于找不到合适的骨髓。2剂单细胞针剂 F 研究所对外公开售价180万1剂，严家确实花费了些功夫，算20万好了，你直接还我380万，我们赢货2剂。380万这个价格，妍希不算欺负陈香香，收得很良心了。果然，听到这句话，席妍先就炸了，380万，不行，这要救救他们费了很多力气才搭上关系的，否则全球那么多癌症患者，为什么妍希能有名额排上队？还不是靠着严家的关系。席妍看向陈香香的眼神再也没有了前几天的欢喜，只剩下满满的敌意。要早知道这个女的是来害他妹妹的，他咬死她的心都有了。席景行也觉得不妥，不行，妍妍，香香可以给你捐骨髓，你别想太多，你的要救了她母亲，这是她应该做的。妍希说着，既然收钱了，那就没必要。他微笑的看着陈香香，你可以写一张欠条给我的吧，这样你以后努力赚钱还钱，也就不用觉得对不起我了。瞳孔骤然放大，我茫然接过手机，看到屏幕上那100多个未接来电时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我拿走了，记得还钱。